北冰洋因其丰富且未开采的资源，得到了各国人民的广泛关注与喜爱，并迎来了各国驻军的常驻。但是他却开心不起来，开始撤退。这一退，人类就将因此遭殃了。我们知道，北冰洋是一片未知的待探索的宝藏海域，但我们都没有藏宝图，落地之时只能看见白茫茫一片，大地真干净。从另一个角度说，冰层之上的景象只让人感到荒凉且贫瘠。但是经验告诉我们，无人之境若不是灭亡，就是新的开始，一切都是未开发的模样。时至今日，英国、美国、加拿大都在寻求北冰洋军事强国的路上越走越远。路易·帕卢就是从军型的极地摄影师、影片制作人。10月16日的《卫报》为我们分享了一些他的作品与讲述。每张照片背后都可能失败或者直接遇难。帕卢这么说，例如肋骨断过2次，冰雪削过眼角膜。不过据帕卢说，士兵宁愿在零下60度的风雪中前行，也不愿意到阿富汗去采简易炸弹。俄罗斯表示，今年北海航线的运输量将达到3200万吨，80%都是亚马尔半岛上的石油与天然气。预计北海航线有望取代苏伊士运河。美国也不甘示弱，年底将钻探北极国家野生动植物保护区，随后进行租赁与销售。尽管这被环保人士批判为损害最大红鲑鱼捕捞业的一项措施。上个月，美国表示将在阿拉斯加部署100架 F-22和 F-35，以备空防需要。据了解，截至目前，今年美国已在阿拉斯加拦截了12架俄战机。除了空中力量，美俄在冰面之下藏匿的潜艇数目也达到冷战以来的又一高峰。中国方面则派出了雪龙系列破冰船，收集北冰洋的沉积物，用作科学研究，以便未来商用。美国研究员利连侯松表示，在北冰洋，部队之间起冲突的概率非常低，各国之间的博弈更多的存在于资源的开采与利用率，以及对对方计划的预判准确度。在对美国驻军进行117次采访之中，侯松了解到美军口中中国在北冰洋地区一直成长，而俄罗斯则似乎变化不大。但是对北冰洋构成威胁的，似乎不是这些驻军带来的人气与带走的宝藏，而是不断升高的气温，以及因此引发的一系列生态问题，让我们不得不注意到，北冰洋正在世人的热情攻势之下逐步撤退。不仅是冰雪消融，雪上降雨导致数千头驯鹿饿死，永久冻土层的融化归咎于惊吓，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北极漏油事件，甚至包括俄罗斯北部2016年出现的致命炭疽病都与此相关。对此，帕卢表示，还不行动，在等什么呢？等待尚未到来的厄运吗？就因为还未到来，就将其看作是想象中的危险？这些有形的生态问题都源于气候变化，气候变化将摧毁北冰洋的一切，而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驻军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合理开发生态共存的重要意义已经不容全人类忽视了，尤其是各国奔波奋战在一线的驻军们。